在越南胡志明市有一个越南最大的华人区，叫堤岸，居住着50万华人。他们还会说国语吗？带着这份好奇，我来这里探访。在这之前，通过网络，我了解到这里曾经发生过一些排华事件。学校不允许学习中文，很多人被没收财产，有些人在50年前逃离了这里，而今他们怎么样了？令我感到十分意外的是，这里的华人非常的热情，看我来自中国，他们跟我聊了起来。很多人都说他们很想去中国看看。今天我们一起来走进越南华人的世界。我们今天来探索越南的这一块区域非常的特别，它是越南最大的华人区，现在还居住着约50万的华人。曾经在鼎盛时期，他们这里的华人有100多万，甚至在这边曾经还建立了一个华人的城市，叫做堤岸。它曾经是跟西贡一样，在这里是2个城市。那自从法国殖民以后呢，就把堤岸跟西贡合为一座城市了。所以咱们今天一起来探秘一下堤岸这个地方。我来到这边就发现非常多的中国字。这里几乎80%以上的店的招牌都含有中国字。看到这个丽声影院了吗？这个可厉害了。据说当时郑少秋邓丽君都在这边演出过。现在就是这样的一番情景。据我所知现在在西贡的华人最主要是分布在第5郡、第6郡、第10郡和第11郡这些地方。华人区在中文来说是叫堤岸，但是在越南语中，它的意思是大的市场。我们今天来进行一次有意思的挑战，就是我们全程只说中文，看一下只说中文能不能行得通。海南琼府会馆，这个是海南的华人在这边建立的一个会馆。说起海外华人来到东南亚，都是一段辛酸的历史。一个是16世纪的时候，当时还是明朝的时候，他们先到了惠安，就是我们之前去的地方。现在已经有第8代了，但是越南政府呢是鼓励他们南迁到湄公河三角洲这个地方，所以呢他们就在这个当时的西贡这边定居下来。在海外的华人总是给人一种特别能够吃苦、特别奋斗这样的一个形象。海南凉茶，我看到上面只有中文，不知道他能不能说华语。你好，你好，会说中文吗？可以。24位的。24位。没有冷的，它是温温这样的。温温的。哦。我们有冷冷有马蹄香菇炒百合菊花。哦，那这个是它的做法是越南这边还是中国传统的？是我们海南的。海南的。这个会苦吗？晶晶的不苦的。不苦啊。你要看看吗？有没有最不苦的？你也是华人是吗？是，我是海南。海南在这里出生的。第几代了？第3代。第3代你这中文是哪里学的？中文挺好的。中文以前有去上学，后来就没有。是专门的华文学校吗？后来怎么就没有学了？后来是不是有说越南是不让学中文有段时间？有几位老师有这样说，几位老师就没这样说。马蹄是不苦的，是吗？马蹄是不苦的。我要马蹄。冰的冰的。哇，甜甜的，好喝。凉爽的，甜甜的。海南华人过来不仅把他们人带过来了，而且把这个凉茶给带过来了。大部分在越南的海外华人还是以福建、广东、海南的居多。林香嘉盛建筑上面雕着龙。另外一座会馆是建于1789年的。这里看到了好多有卖中文字的，福如东海，寿比南山。他们依旧能够说一点中文。林
门，这里有一个五福临门，据说有五福临门的都是华人。你好，会说国语吗？小部分的。小小部分。你们是华人是吧？是潮州人。潮州人。哦，看到上面有中国字。啊，有中国字，中国字。我的外公外婆都是中国过来的。哦，从外公外婆那边过来，第三代。三代。好，谢谢。我觉得这边说国语的人还是挺多的。我随机问了2个人，2个人都会说。这边华人社区可是真大呀，50万华人是什么概念？这里面是另外一个会馆。我看到了福建二府会馆，这里有一个福建二府会馆的一个简介。18世纪末的时候，福建、浙江的广州、琼州、福州、泉州、漳州、潮州、惠州，许多民众来到这个地方定居。然后当时的他们的越南的相当于王室允许华人成立各个帮会来管理移民和商人。二府会馆每年会组织许多祭拜的日子来吸引很多百姓前来朝拜。最主要的祭拜日子是正月15和8月15。二府会馆，福全德贝，这些都是他们供奉的一些香油钱，最低也是100万元、300万元、500万元。这里大部分都是很熟悉的中文名字。你好，会说国语吗？不会。国语吗？广东话。广东。哦，广东。要什么？进来呀，进来吃。有报纸吗？有报纸吗？报纸没有。没有啊。现在有印那个报纸吗？没有。没有印了。没有。我看到别人有买到那个报纸，比较好奇。那个西贡什么报？华人报没有了啊。以前呢，在对面他有了，他休息没有卖的。哦，在对面有。他休息是一天很久了啊。好，谢谢。这边的华人还是能讲一点的国语的，只不过他们更多的说的是广东话，国语都能说那么一丢丢。在 YouTube 上面有看到有一个台湾人过来买过一个他们的报纸，就是专门是西贡华人的报纸，可能现在已经没有了，非常可惜。那个报纸看起来非常的复古，很久没看到报纸了。学校里面有教中文吗？还是专门的华文学校？有的学校会教中文的。哦，现在有的学校里面会教中文。有，那前面那一家有。前面。哦，那家有的中文的学校会有教的。哦，那你们就是正常的小学、中学里面有没有教中文？都有教。现在有了，好的，谢谢。在一路上说中文的感觉特别亲切啊，朋友们，完全把英文抛诸脑后了。我身后这个就是在华人区的一个大型的市场，这个市场看起来满满的中国元素啊。灯笼，那上面写的是越南文，这种生活用品。据说这里的价格要比游客区的槟城市场要便宜很多，起码是槟城市场的1半。这市场里面立着一个雕像，他是这个市场的一个创办人，1863年到1927年是一个华人创办的，叫郭岩先生。我看那边的介绍写的，他是以米业起家，并且呢，他非常的乐善好施。在他去世了之后呢，在这边立了一块碑，特别来纪念他。这上面的瓷器还都是中国字，锦绣山河，还看到几个龙的造型。这个市场里面的店的招牌很多，基本上都没有中文，所以我想这个市场可能是没有太多华人。虽然它在华人区域里面，我感觉这个市场更像我们的小义乌，啥都有，然后是批发的。你好，你好，会说国语？国语中国话？会。华人吗？华人。
有华人，也有越南有人，越南人，一半一半。一般一般，一半一半一半。哦，好好，谢谢谢谢。这里的越南语还是比较多，占到我觉得会占到80%-90%左右。我看到这的螃蟹好大只啊 ！Crab 啊，100 100 for one。一只大螃蟹30块钱，哇塞，挺便宜的这里面。去了那么多越南的市场，我觉得他们的市场跟我们的还是有一点像的。我在这里发现了一个非常神奇的东西，这个，你看这是啥？它里面是这样的，又有点像椰子啊，又有点不是椰子。膏，我不知道膏是什么，可能是这个水果的名字吧，那咱也不知道。外面主要都是卖一些干货什么的。腰果这边还写着越南平阳腰果，会中文吗？会中文，是华人。哦，23万1公斤，69块1公斤，能试一下吗？可以，好，谢谢。这个腰果好大颗啊。这个好吃啊。不错哎。哦，你买这么多呀？自己吃吗？我给朋友。欧洲啊，欧洲过来的，欧洲华人。他们这边有好多奇奇怪怪的水果。係啊，買一幾啦，不知道是什么水果，但是有点酸酸的。我啲咁生，我22万，半公斤，半公斤。哦，试一下他们这个螃蟹，这好吃，甜甜的、酥酥的、脆脆的，加上螃蟹的鲜味。菠萝蜜又买了半斤，5天就要吃掉。哦，一个是腰果，还有一个是菠萝蜜，还有一个是那个螃蟹。螃蟹，这里面19万，折合人民币可能是55块钱。在全世界范围来看，中文传承最好的是马来西亚，它的中文的教育一直都没有出现过断层。像其他的一些国家，像越南、印尼，都出现过一些中文学习断传的事件。当然，这也是跟一些因素有关。特别是在1975年到1978年的时候，这里还出现过一次排华运动。那在这里的华人呢就特别惨，他们很多人啊就被没收财产，还有的呢就是去做苦力。所以当时在越南的很多华人啊都逃离了这里，去往了其他国家。现在所能看到的50万华人，就是当时留下来的那一批华人，或者是再返回来的那一批华人的他们的后代。当时像南洋的那一批华人都是非常努力、非常勤奋的，所以呢，他们在东南亚其他国家也赚到了一些钱，也被遭到了嫉妒，因为你赚钱了嘛，难免会被嫉妒。当时的越南政府啊是跟苏联关系很好，但是我们跟苏联关系又不好，所以呢才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排华运动。但是现在呢，华人是跟当地人非常融洽的生活在一起的。还有不少华人呢，就是娶了越南人作为老婆，或者是嫁给越南人。在华人区第5郡的这个中心的位置，看到了一个孔子的雕像，至尊先师。在海外地区啊，孔子的地位相当的高。前面这个是陈佩基中学啊，是最古老的一所中文学校，但是据说这里面现在已经不以中文为主要的教学，现在是中文是选修课。生记粉面，会国语吗？这边有吃的吗？有的。国语是学校里面学的吗？我是上学的，我也是华人的。华人呢？鱼的，鱿鱼的，这个是粉嫩，这个是越南的。越南的，哪一个是？你们是广东来的吧？还是？对对。哪一个是最好吃的？这个是最好吃的。好吃这个吧。刚一落座就给我一杯茶，这在越南其他餐馆是没有的，只有在华人的餐馆才有。他们一般这种茶都是要买的。
一杯5000。小妹，你多大了？20岁了。你看起来好年轻哦，好小哦。看看这一碗面哦，它有2种面混在一起的。哦，它另外有一个汤，海鲜汤。哇哦，猪肉、鱿鱼、大虾。整个西贡第1郡的物价最高，第5郡最好吃。海鲜特别的新鲜，这个是鱼肉，特别新鲜。吃完了这一份4万5，这个人民币是12块钱，好便宜啊！在这一片区域有中文的招牌，基本上都已经占到了80%-90%了。杉山会馆是我们湖州的会馆吗？这里也叫天后宫啊。风调雨顺，和敬平安。上面的对联特别多啊，一道一道的门，过去都是对联。这里是福州过来的会馆。福州。我也是福州的。福州的。福州的。杉山是福州的。这边有一块很古老的碑，上面记录着，确实这个杉山会馆啊是咱们福州的会馆，福州之别名。这里是当时建造的时候捐赠的一些名单。在过去的海外华人出海的时候啊，他们走的是海路，所以就有一个非常有仪式感的事情，就是要拜祭妈祖。妈祖在他们的心中就是保佑他们在海上平平安安，能够顺利到达目的地。而当时的越南政府呢，也批准华人在这边建立自己的会馆，建立自己的寺庙。我身后这个天后宫啊，就是妈祖庙。天后宫又名惠城会馆。哇，你们知道我现在的感受吗？就是外面特别的喧嚣，都是摩托，都是马达的声音，但是一进到这个会馆里面啊，突然非常的肃静，非常的安静。哇，这个天后宫真的好古老啊！看上面屋檐上面画的这个东西，好像在画一个故事。现在这个天后宫特别多欧美国家的人过来看，中华的在海外的文化，特别多欧美国家的人过来看。一个是捐赠香油，就贴在上面。看到还有5万元都可以。这个就是心意随意。门柱上依旧是有很多对联。这是好古老的样子哦，这根柱子上面还是有雕刻的。据说这个天后宫啊，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了。我们也来点一个塔香吧。你好，我点一个塔香。是，这是 PC 啊，写名字。写名字啊？你们这都是华人啊？啊，全部都是了，全苗都是。全部都是，全苗都是，就广东苗啊。广东那边过来的。啊，广东。你拿个香炉点。啊？我帮你拿，你拿这个点。哦，我拿这个点。哎呀。点上去了。其实他们这除了是个寺庙之外，还是一个公益组织。你看，收到了这个来帮助残障儿童的活动经费。相当于接受一些捐赠，然后再把这些捐赠发给一些残障儿童。是美食一条街吗？看它的价格都不贵，一份东西都是4万、4万5、5万。看到了豆腐花，这种螺。我们看越南人吃福寿螺，是不是好像老外看我们吃小龙虾一样，毛骨悚然？啊，这边都是吃美食的。哇，看到了这一家挺古老的咖啡馆，这应该也是一个华人开的。我看到生意兴隆了。会国语吗？不懂。没事，你可以说广东话。广东话。我會聽廣東話，不會說廣東話。聽講。阿個幫佢啊。翻譯㗎你。咖啡啊，要冰的咖啡。省一奶。啊？可
加奶吗？有奶啊，加奶，加奶，加奶是。的。我会听广东话，不会说。你也是华人吗？在这里住的？哦。这边说普通话的人多吗？不会多。不会多啊。是很小的。很少。是他用粤语多。粤语多。对。三炉咖啡，这是不是一家很古老的咖啡馆？对。做几年了？这里几年了？那天毛毛老公。71年。对。哦，71年。不是你自己来越南吗？哦，对，我自己来越南。谢谢。可以讲广东吗？你父母？不会讲，我是福建人。福建人会听，就是看电视剧看多了，电视剧看多了会听。它这个咖啡也是跟我们之前看到的一样，它是用炉子烧的，是用炉子烧的咖啡是吧？这个咖啡是用炉子烧的是吗？对，就是用炉子那种陶瓷罐烧。陶瓷罐。对。倒进去，就是一杯冰咖啡啦。哇，这种做法的咖啡，就是它的苦味没那么突出，因为越南咖啡特别苦，它这个没那么苦。你们在哪里学的？我从6岁。6岁。我学了。家里学的吗？家里学。家里学啊。对。学校里面有学吗？学校我有。有啊。这边是不是有段时间就是政府不让学中文啊？有啊。有过一段时间。有段时间。7几年还是8几年？更大一点。更大一点。更大一点。就是现在说中文的是老一辈还是年轻的会说？年轻的。年轻的会说哈。对。哦。老人不太会讲了。老人可以讲。哦。但是年轻讲中文多了。哦，年轻人多。对。我还没有时间来中国。你没有时间来，欢迎你来中国。我福建的。很喜欢中国啊。我喜欢中国。哦。我喜欢中国课。很多。排华那段时间你知道吗？就是有一段时间这里有一些动荡，你知道吗？排华。你知道吗？知道。哦，知道哈。但是所以当时很多人离开了这里。拜拜，欢迎你去中国。拜拜。Really love China. Yeah, really? Really love it. Really? The culture, cuisine, everything that's just so amazing. Yes, welcome to China. Yes. And actually, my father and my mom can speak Chinese and Cantonese. Oh, really? Well. Yes. But I'm not living with them. I was sent to school when I was little. That's the reason why English is the only way. I learned English by myself, watching English videos. Just yourself? Yes, I learned English by myself, just watching vintage American movies and reading books, and that's all. And I love watching cooking videos. I heard the song "Beijing Will Come to You" last night. I really love it. That's the reason why for me too. I really want to visit China one day. Maybe next year. Next year? Yeah, maybe next year. You can go to another city, such as Shanghai, Guangdong. I come from Fujian. Yeah, you can go to Fujian. Yes, this is old town in Zhejiang. Fujian, Tulou. But less people living in it because this building is too old. Yes. So they moved to another place. Yes, move to another place to tall building. Okay. Apartment to live in. Living here. Yeah. 我发现一个特别诡异的事情，在这个华人区，他们真的特别早收摊，基本上6点全部都关门。这是在越南的其他地方，比如说像第一郡，是很少看到的。总共一个人来了2个月了。2个月，那还挺多啊。
西啊？高樓大廈好多啊，高樓啊，高楼nhà lầu á, nhiều lắm á. 哦，高楼，高樓啊，说广州的高楼好多。卖这个东呢西，條啊，一条一条，呢條啊，500萬啊， 500万。貴唔貴不貴？不懂，不懂，我不懂这个。什么门坛上历代祖宗？我的爺爺啊，你看得懂吗？你看得懂中国字吗？可以啊。中国车的，中国车的中国都可以车啊。哦，没有什么分别，中国有什么呀？有什么呀？这边姐姐，广东菜啊，广东菜啊？卤味，哦，卤味。卤味那个鱼丸，那个馄饨皮，跟糯米饭，那芋头糕，那个那个红汤排骨，火锅都哪一个是卖最好的？最好吃？一样，都是一样。都一样。要我看那个客人的口味，比较吃哪一个？那个是豆腐，第一个是豆腐，豆腐那个茄子、那个番茄、那个辣椒那个混在一起的，素的吗？没有，有鱼肉的，哦，里面是鱼肉的。这个鱼肉。对。哦，哎，看起来不错耶。我要这个第一个，芋头糕，芋头糕，这个好像是萝卜糕。萝卜糕。芋头糕、萝卜丝。哦，可以这个。这家餐厅的菜看起来都好吃，都想来一个。来喽，来喽，这2份。哇，看起来很不错，有点像中和丸子之类的。这是苦瓜里面包着肉泥，这个是茄子夹的肉泥，豆腐、鱼丸，这个是番茄包的肉泥。店家说这家餐厅是广州菜，不是越南菜。这个是芋泥，但他们这个芋泥不是甜品，我以为是甜品。咸的，跟我们的芋泥有点不太一样，它加入了一些淀粉。我得给你们看一下这份神奇的芋泥。首先是芋泥本泥，然后上面有一些榨菜、一些腊肠，还有黑木耳，还加一点花生碎，还有虾干。但是这个味道却一点都不违和。华人去这里的吃饭还都不贵，比我住的那个第一郡要便宜的非常多。香港药房把脉诊病，医治各类内科疾病。现在是晚上的6点半左右，他们这儿的店啊基本上都关门了，才不到7点。来这唐人街的人啊，一点都不内卷，休息得挺早。这个像是一个体育馆，上面有2个中文字“励志”，还有几个中文字“力学3育起新运，自习6益正群康”。哇哦，打乒乓啊，国球啊！哇哦，你好。看他们水平不低呀，会中文是吗？哦，没有，就是看你们打球打得很好，好棒，Thank you， 谢谢。今天在西贡的堤岸走了一圈，这里是越南最大的华人社区，有50万的华人目前居住在这里，分布了西贡的好几个郡，5郡、6郡、10郡、11郡。给我感觉比较深刻的有几点啊，一个是这里的人特别的热情，就是特别的友好，可能是因为他们会说一点点国语或者会说一点点汉语，然后我在跟他们打招呼的时候，他们会显出去比较友好的感觉。包括我在喝咖啡的时候，就是在一起喝咖啡的路人都会跟我一起聊天，那种感觉就是太好了。虽然就是
他们大部分人啊，其实是会说一点点国语的，但是因为他们说的不太好，就是可能就跟我们的三脚猫的英语是一样的，就说一点点，但是精通的人会比较少。虽然他们现在已经不太会说国语，但是他们的广东话、潮州话说的还挺好的。在这边大部分人都是说广东话比较多，因为这边的广东过来的就是移民会比较多。因为当时广东过来的人比较说，如果你不会说广东话的话，你就不能在这个地方立足，没有办法生存。所以就让很多比如说福建过来的、海南过来的，也陆陆续续学习了广东话。另外，这个区的整体物价比其他区要低很多，是基本上啊，我吃一碗粉里面也有虾，也有肉，也有鱼，一碗粉才4万5，就是着实让我是非常的惊讶。好了，不管怎么样吧，我都希望，海外华人在异国他乡都能够过得更好，生活得更好，能够把这个咱们中华文明在海外生根，把很多中华文化的东西传承下去。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我正在环球旅行第11国越南，欢迎你持续观看我的环球旅行纪录片。我们下个视频见，拜拜。